泽连斯基将要彻底倒向西方了吗？在敏感时刻宣布重要消息，彻底与俄罗斯划清界限。不到24小时，普京送上大礼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振宇在线。自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，乌克兰用尽各种办法证明自己偏向西方，先是申请加入欧盟，再次申请加入北约，紧接着在俄乌冲突期间呢，不断要求西方援助资金和军事武器，甚至说出这场冲突是乌克兰为西方国家打的仗。那么，为了证明乌克兰不断向西方靠拢，泽连斯基在日前呢宣布重大消息，将俄罗斯反法西斯胜利日当天定为庆祝欧洲日。很快呢，泽连斯基此举在国际上引发热议。有不少分析人士认为，泽连斯基这么做释放出与俄罗斯彻底划清界限的一个信号了。与此同时呢，也是泽连斯基向西方国家递交的投名状。为此呢，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直接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直呼，泽连斯基此举属于叛徒行为。那么，在乌克兰宣布这个消息后，不到24小时，普京给乌克兰送上了一份大礼。根据综合报道称，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了一场规模较大、持续性较长的空中突袭。据悉，这场突袭是俄军近期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袭击，60架自杀式无人机直奔基辅而来。此外呢，4架图95战略轰炸机至少连续发射了15次巡航导弹。显然，俄军以牙还牙，想痛揍乌克兰。试问，俄军的这次打击成功了吗？据了解，尽管乌克兰方面呢早已拉响了防空警报，但是架不住俄军的高频次轰炸。那么，在乌克兰的拦截当中，乌军只击落了36架袭击基辅的无人机，剩余的无人机呢或多或少都完成了目标。而这次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行动给乌克兰造成了一定的损失，其中最严重的一架无人机导致了乌克兰的一个机场被迫关停。事实上，俄军这次行动对乌克兰来说呢，并没有造成太严重的人员伤亡，但显然俄军的目的并非给乌克兰造成多大的人员伤亡，而重点是袭击基辅，打击乌克兰的首都，乌克兰的中枢城市。要知道，一个国家的首都大部分呢都是一个国家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中心，具有代表性的作用。所以，俄罗斯对基辅的袭击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宣示。当然，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袭击大致有2种考量，其一呢是对乌克兰袭击克功的报复行为，另一种呢是对乌克兰的否认历史新增欧洲日的一种回应。无论出于哪种考量，都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一种示威。更重要的是，对乌军造成打击，让乌军的战斗力涣散。毕竟前阵子有关乌军着手准备大反攻的消息层出不穷，尽管乌克兰的反攻并未开始，但其越发放肆的言论必将引发俄罗斯的反击。乌总统宣布重大消息，与俄划清界限，不到24小时，普京送上大礼。俄乌最终的走向会怎样呢？估计就看乌克兰会继续操作，是守还是攻，面对的结局都将不同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点赞、分享精彩的评论。